欢迎收看《洪流洞见》，我是洪淑芬。在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依旧是前内政部长、台大教授李鸿源老师好。淑芬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老师，我们看到，其实，在去年呢 ，COVID-19 爆发的时候，台湾的作为包含了防堵边境，包含了口罩政策，包含了疫调足迹。其实呢，很多的国家。世界上不少的媒体都认为台湾做得很不错，是个模范。但是呢，相关来看到这一年才几个月的时间，台湾出现这么大的破口，现在每天的死亡人数，对我们来讲其实算都很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转变？去年我们都认为说我们是个模范生，还沾沾自喜，但是到了今年才几个月，短短的时间出现这么大的破口，很多人把这个指责就是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失能，没有做好。现在像是陈时中，他的能量，他就说声量负评的非常非常的高，大家都指责他。老师，你一个曾经是工程会主委，然后内政部长一个角色，你怎么来看一个指挥官在危机管理上面，哪些是能做，哪些不能做，以及陈时中他到底做错了什么？我想哈，当然我不是公卫的专家哈，但是防疫跟防灾，它其实整个运作逻辑是基本上是一样的。那我们在课堂上常教哈，这是教给学生的。我们在教防灾的课，指挥官有几件事情是不能做的，不能做的几件事情是你必须做的。就是一个指挥官呢，你凭借的是什么？是你背后的专业的判断，所以指挥官的所有的决策依据的是你的专业的判断。第一个，第二个，指挥官不能因为自己的政治倾向，不能因为政治压力，不能因为媒体的报道而改变了，让你的决策做了一个偏差。事实上，这是一个指挥官绝对不能做的事情。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就讲媒体报道好了。其实媒体报道它是用一个放大镜在看一个局部的状况。那你要是让媒体这样看，好像觉得每个地方都很可怕，就像我们在防台一样。我要是光看的新闻报道，其实我不知道说我应该要从哪边下手。所以第一个，媒体你看到了，然后呢，你要问你背后的专家，我到底该怎么办？第二个，你不能因为你的政党倾向，我会偏好。我会把资源投到跟我友善的这样一个地方。第三个，你不能因为譬如说从这个民意代表来的压力，你就改变了你的决策，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就看到嘛，我们的破口一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从3+11，从7+7变成3+11，那我们就很纳闷，你凭什么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你凭一个会议，你就可以把从7+7变成3+11？你决策的依据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那显然，目前看起来那个决策是错的。那错的，你指挥官就要负政治责任，你怎么还坐在那里呢？但是一开始的时候，陈时中对外说，只3+11的这个会议呢，不是他去的。然后呢，他还甩锅给了陈宗彦，他认为就是他的副指挥官去的。但是他后来他也改口说，对啦，那个会议是我去的，但是没有会议报告，没有会议的记录。第一个，所有的会议都会有会议记录，因为这件事情它会有行政责任。我告诉各位，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假如我们是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它有刑事责任的。这些我们可以告国赔的。为什么要有会议记录？事实上，我有会议记录是保护公务员。就是说，其实我们是这么多人做的决策，这是对公务员的保护。第二个是公务员必须要负责任。那今天你从7+7变成3+11，造成这么多的这么样的一个惨剧，我请问你，有人负责任吗？第一个，第二个，你一开始说是副指挥官，后来又说对不起，我记错了。我请问你，要是在过去蓝军执政，民进党是反对党，他已经下台100遍了。就说一个政务官，你不可能说我今天就一句对不起，我记错了，对不起，这你要负所有的责任。然后呢，现在又说我没有会议记录，
我告诉各位，绝不可能没有会议记录。要是没有会议记录，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问题就大了。其实所有的会议都要有会议记录，我们连跟这个立法委员去现场做会勘，我都要有会勘记录，我都要签名画押的。为什么？因为我最后追究起来，事实上责任要非常清楚。所以我们今天呢，很遗憾的是，本来有一套非常好的游戏规则，现在呢碰到政治，全都乱了套了。就是我们都在做最不应该做的事情。还有呢，假如大家很熟悉我们过去的运作的话，指挥官没有站在第一线，每天自己跟大家做报告的，没有。最高明的指挥官是内部组织会议，主持完以后，你们不会记得我的存在。然后呢，真正要对外发言是发言人准备一个新闻稿，从第一个字念到最后一个字，不会多一个字，也不会少一个字。然后呢，所有的问题我们请专家来回答，指挥官不会在第一线。今天的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状况呢？就是今天一个指挥官，他把一个专业问题把它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其实你要是今天整个防疫、整个防灾的作战，你把它留在专业问题，其实它都有解。可是你把它变成政治问题，它就没解了。因为你就会发现媒体就会乱成一团，所有不同意见的人，他都会有不同的意见，然后让整件事情更乱。所以今天行政院也乱，总统府也乱，然后呢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卫福部，那更是乱成一团。就是说很简单的这个东西就会牵扯到我们在讲防灾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叫做什么？叫做灾害的控制。就是说发生灾害了，问题是我灾害要怎么控制？还有呢？可能我也必须很遗憾在这边讲，其实媒体在防灾的时候，媒体是最大的灾害。就是说你要是大家熟悉日本的运作，当日本发生一个重大的灾情的时候，只有 NHK 可以报道，其他人都不可以报道，因为第一个你会造成人心惶惶，第二个你会给这些做事的人承受无比大的压力。但是你的报道不能说它是错，可能是偏差的，没有办法，可能是以偏概全。所以今天我们过去在防台的时候啊，我们有一组人专门是在监看媒体，他们怎么报道。要是有发现不对，我们必须要他立即修正，然后以我们防灾中心讲出去的话，这就是基准。然后指挥官，我只有在内部主持会议，我绝对不会站出来在媒体上多讲一句话。为什么？因为我是政务官，我除了讲出去的话，我非常可能我只要一句话讲错了，这件事情就会从专业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到了最后就没解。所以今天你会发现，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摊开到台面上来讲，你就会发现说，它已经变成政治问题，就没解了。他可能也失焦了，但是从去年，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一级开设的时候，当时呢，很多人也认为说，你看台湾，指挥官站在第一线，然后呢，媒体想要问什么问题，全部都可以问，全部都回答。当时觉得很透明啊，而且全民都知道目前的进度，这不是很好吗？但是如果依照老师的逻辑，跟你刚举例到日本 NHK 他们针对重大事件的一个报道一个原则，其实这反而是一种干扰。媒体就是干扰。其实我必须讲啊，防灾其实它是非常专业的。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专业的细节，其实一般的民众是不需要知道的。民众知道什么？我该有疫苗的时候，你有。可是资讯透明不是很好吗？资讯透明，问题是你透明到什么程度嘛？比如说，我今天把一个这个土壤液化潜势区，我都把你公告了，然后变成什么？房地产大乱。其实那不是，因为怎么那张图是专家在解读的，不是一般民众在解读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我。当然，资讯透明。我请问你，部队在打仗，我可以把我所有的兵力配备图打开给你看吗？我们需要透明到这个样子吗？所以指挥官今天第一个，而且我很早就，我记得1年前疫情刚刚出来的时候，
我上了某一个节目，我那时候就建议说呢，其实刚开始是卫福部的专业，可是到了今天，它已经不是卫福部的专业有办法解决了。今天我在今天讲，大家都觉得适合诸葛，你们去查这个话是我大概几乎2个月前讲的。今天卫福部的专业当然很重要，现在我请问你，教育怎么办？社会福利怎么办？对不对？还有呢，我当初就讲的，疫苗是采购的问题，采购的专业并不在卫福部。所以老师，你觉得说现在的指挥官的层级应该要提升？第一个不见得需要提升，根据灾害防救法，陈时中是指挥官，这没有错。可是我们当初在做我当指挥官的时候，我旁边坐的是每个部的次长。为什么是次长？因为我这里面需要其他的部会跟我合作，那来的人坐在那个地方，当我们开完会议，他必须要做决策。我在当场，你就要给我做决策了。国防部有多少兵、多少船、多少这个设备在什么地方，我都要清清楚楚的知道。然后我要有权利来动用。你国防部次长，你就当场要 commit。你今天教育部有你教育部该做的事情，教育部的，比如说他有办法能解决的事，有办法解决到什么？他没有办法解决的，他提出来，我们来讨论，讨论完以后做成决议，你画押我画押，这件事情就开始做了。但是这个都是内部的事情，对外不谈。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其实今天到了这样，最关键的是什么？我记得2个礼拜以前嘛，我也是人家访问我，我说台湾现在剩下最后一招了，赶快把疫苗买来，不管你怎么买来，让60%人都打上去，我们基本上已经就会让我们的状况好很多。我们老师讲到疫苗部分其实这的确是现在目前最紧急的，但因为我们买疫苗部分受到很大的一个限制，包含了民间企业、包含了非营利组织或是宗教团体，他们看着政府买不到或者是有困难，他们想要利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一些人脉去买，但是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儿再讲，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不过我们先来看到这一份的一个民调调查，老师刚刚讲到说疫苗的需求度，对，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一份应该是雅虎的一个民调ET Today 对不起，然后呢，他写说最后的统计结果，93.8%的人是很担心会染疫的，也就是说，现在几乎整个台湾岛内包含离岛，大家都非常的担心自己会染疫，谁都有可能因为我们都没有这个部分的免疫力。第二个是看到有85.7%的人认为应该尽速的接种疫苗。好，那66%的人是认为他们如果可以选择，他们想要进口疫苗，可能对国内国产的疫苗目前二级就还没有解，第2阶段都还没有解盲，好，就是不安全。那只有19.5%的人他们愿意打国产的疫苗。好，那看到这一份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其实现在台湾所有人都非常担心，最需要的就是疫苗进来，但是为什么不能？为什么有困难？好，然后我们再看到下面的一个，在疫情风暴下的台湾，这些人政治人物他们的声望，我们就看最后一个好了。好，前面几个呢都是县市首长，因为呢他们现在每天也都会开记者会，也会告诉他们的市民现在目前最新的进度所以他们的声望其实都还蛮高的，甚至呢像是柯文哲啦、卢秀燕都有上升的趋势。但最后一个人呢，就是吊车尾的人，就是陈时中。陈时中呢，在过去其实他的正声量是很高的，就说大家都很相信他讲的话，尤其是去年。但是短短的这几个月的时间，他的整个的负声量非常的高。他这么讲好了，就是说大家对他的信赖度可以说是最哀式的往下。其实，在去年，当我们自称为是模范生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已经很多的，我那时候已经一直在提醒政府，当这个变种的病毒开始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做他们今天所谓的超前部署。今天就那个时候，1年前你就要开始去买疫苗，1年前你就要开始准备今天会发生的事情，包括学校怎么办，还有一直在谈
所谓的方舱医院。对，其实方舱医院在哪？我们国防部的营舍，我们部队的营舍空了一半出来啊，怎么会到了今天我们要盖野战医院？今天这种天气你怎么盖野战医院？今天应该是，其实你要是在半年前把所有的空的营舍、空的这些空间盘查出来，其实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就会有一批我们可以用的所谓的方舱医院出来。可是这些事情过去1年都没做，都没做。那我请问你，1年前采购疫苗的状况跟1年后采购疫苗的状况，你觉得难度哪个比较大？现在是全世界都在抢啊，第一个。对，第二个，当怎么郭董事长当这个佛光山当慈济要采购疫苗的时候，我看到了政府讲什么？你要满足1、2、3、4、5、6、7、8要8项的文件。我请问你，这个东西就展现出一个心态：政府到底希不希望这一些人把疫苗买进来？假如你希望这些人把疫苗买进来，根本没有这些规定的必要。就是我的，而且政府应该是主动的协助你，因为你如果有方法，你有人脉，你可以买得到疫苗。我政府因为种种的因素买不到，我应该是要主动去协助才对。就像那个张宏仁，我们是高中同班同学，张宏仁讲的，你只要愿意进来，要救人命的，事实上没有明天就可以买。我跟各位举一个例子，我们台风在抢险的时候，堤防破了，我今天要堵口。我请问你，我还照采购法走吗？我在采购法等走完，这个城市已经淹掉了。那时候我们有个特别办法，我就先修了所有的法，以后再补。这就是在这个阶段政务官的政治的判断嘛。所以今天假如而且他也要愿意负那个政治的责任。我今天假如看出来，他说1、2、3、4、5、6、7、8，你要满足这个8的条件，我们再来谈。就告诉你，我根本不希望你把疫苗买进来，就他表明了，就是我不要你把疫苗买进来，才会有这8项条件嘛。我今天要是有疫苗，我假如要协助你，我应该讲说啊，对不起，前面7项政府都帮你填好了，你把资料交出来。即使说我要跟他签约，我就自己跟他签约，表现出来你的诚意。这就是今天看起来哈，我的解读了。政府不希望你们去把疫苗买进来，这是我的解读。假如是政府希望你把疫苗买进来，这不是我的态度。而且所有的法都告诉你可以，第一个，第二个，法不可以，政务官你可以下政治判断。就像你可以把从7+7变成3+11，你当初那么有 guts， 你今天为什么你的 guts 不见了？我再跟各位举一个例子了。1997年我刚到省政府当水利处长的时候，板桥淹大水了。板桥水已经快淹进4便头抽水站了，4便头抽水站8部机组坏掉了4部，眼看着水淹进了抽水站，板桥就完了。我们现场的第一线指挥官当场休克，昏倒了。当场休克，他吓昏了，因为水一淹进来就板桥就完了。他们从板桥打个电话到台中，我在台中啊，问我，他说处长怎么办？我就跟他讲说，你给我报大汉溪现在的水位跟板桥现在的水位。他们跟我讲说板桥的水位高1米多。我说呢，把水门打开，让水排出去，再把水门关起来，我争取1个小时把这个坏掉的机组修回来。结果他们跟我讲说，处长不可以，根据台北防洪的操作规范，海上台风警报水门关了就不能再开。什么时候开呢？海上台风警报解除它可以开，这个是目前的规定。我就跟他们讲说，我是政务官，我用我的政治的生命，我告诉你把那门打开。我说我负责，他们就把门打开了，水排出去了，关起来，然后呢，最后把那4部机组修好了，板桥没淹水。整件事情就是在10分钟之内发生，然后呢，也没有人知道我救了板桥，然后我对话也不会讲，但是我冒的政治风险是什么？你们知道我们的下水道里面有什么吗？有摩托车，有床垫，有沙发的。我水门一打开，万一一个床垫卡在我水门上面，水门再下来关不起来，板桥淹掉了，我完蛋了，我要负刑事责任。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判断？这就是政务官该干的事情嘛。我觉得我要救板桥，
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居民，我承担我的政治责任。这就是，而且这件事情做完了，我告诉你，没有人会感谢你，而且指挥官也不会在第一线说我有多厉害，我救了整个板桥。我这件事情已经过了20年了，当场的人都知道我在干什么，可是外面都不知道。所以这就是指挥官在讲的是，当法令没有规范的时候，这就是政务官该做的规范。所以我们今天很遗憾的是，尤其是最近看起来，政务官并没有在做政务官该做的事情。政务官，我们今天在疫苗的这个进口，我们还假设它是风和日丽，还假设台湾是一片成平，我们可以叫步来慢慢的行，一步一步行，反正半年后我会买到。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半年后这半年会有多少人死伤？死掉多少人？今天的状况就非常类似，我们已经决堤了。今天水已经淹进来了。你今天要是不把那个缺口堵住，它只会把整个台北淹掉，会把整个台湾淹掉。所以你今天政务官要干什么？避开所有的采购法，用你的政治的这个担当，用你的政治生命说，我让疫苗进来，不管它怎么进来，所有人都打完了，我把疫苗控制住，我们再来谈责任。这就，假如说你所有东西都要照采购法，我告诉你，半年以后了。假如你还真正配合的话，半年以后进来。可是问题是，一天100多个人呢。半年以后，我们的国产疫苗也可以打了。那就又回到专业。我请问你，今天打了疫苗 ，WHO 承认了才叫做疫苗。你打了疫苗非常有效，对不起，你出国没有用的。我们可能拿不到那个疫苗护照。不可能，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大家在歧视台湾，因为这就是政治的现实。我请问你。除了几个大国以外，哪一个小国可以自己做疫苗？这个牵扯到第一个，你必须要 WHO 认证；对，第二个，你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第三个，市场。今天台湾要是做了疫苗，我们的市场是2300万，那为什么其他大国都会去发展疫苗？因为他们有庞大的市场，他们有庞大的国际的政治力量，可以让 WHO 认证。那我们台湾这种小国，我们应该要干什么？我们在1年前要投资人家的这个疫苗嘛，这就是其他的新加坡、以色列在干的事情。对，好，老师，我们就是来看一下新加坡跟以色列，尤其是以色列。以色列其实呢，在过去应该是说，他在去年6月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除了它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它其实自己也在发展它自己的国产疫苗。为什么要发展自己的国产疫苗？因为看起来 COVID-19 它有可能会变成流感化，所以将来呢，它不只是今年打1剂而已，打2剂而已，它可能年年都要打。所以呢，每一个国家未来都会希望能够也有发展自己的自产的国产疫苗，因为这个以后的供给都会需要的。好，所以呢，以色列它分头在进行。第一个，它自己发展自己的国产疫苗；第二个，它在去年的时候就大量的先去抢购辉瑞疫苗，而且它是花2倍的钱。它不是说像我们自己买不到什么的，它是花2倍的钱，花2倍钱买得到吧？哈，它花2倍的钱去买了辉瑞疫苗，所以呢。他就大批的去买了疫苗之后，你看到以色列现在国人他们的接种率是超过了50%以上，所以他们是很高的，他们的群体的免疫力其实已经达到一个标准了。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他们是这样子做，但反观台湾就是一直陈平，觉得我们都没事，所以呢，我们一直在等待自己的国产疫苗。当然，很多人在讲说，是因为呢。某一些人可能自己投资了这个高端嘛，所以呢，为了维持它的股价，所以呢一直在保护着高端这样子。对，那我不晓得老师怎么看待？其实，一个小国，它有小国的作战方式。就说我们发展国产疫苗，那是一条路，但是很显然看起来。国产疫苗解不了我们目前的这样的燃眉之急，对。那这些事情是今天才知道的吗？这些事情其实去年1年我们应该都知道，假如你够专业的话。对，其实今天《金融时报》它有报道说，过去16个月以来，全世界在面临的事情就是抢病床、
然后呢，看着长者孤独的在家中死去，然后看到在抢疫苗，但是呢，台湾似乎没有从国外的这些经验当中借鉴，没有学习到，错失了良机。这就是我们的一直在讲，缺水、缺电、缺疫苗，它的共同的点是什么？我们的政治的专业不见了。我们所有东西都用民粹在炒作，很遗憾，我们今天连疫苗都用民粹在炒作，这里面是很专业的。所以为什么指挥官后面要有一批专家在帮我们做短、中、长期规划？我们当初讲的是口罩，我们口罩很成功，反正每个人都拍手。可是当你在讲口罩的时候，要有一群专家提醒你。你要开始去抢疫苗了，那你会讲说，那我们国产疫苗照专业什么时候会出来？当我们假如说照国际的游戏规则玩完了，我告诉你，明年有可能会出来。可是问题是，那你这一年的空窗怎么办？那你就必须要去国际上抢疫苗，你必须要去投资这些疫苗公司，你变成大股东的时候，你事实上你就会有很多的发言权。可是我们今天每一地方都 miss 掉了，我们要去盘查营舍。做必要的野战医院，假如半年前做，今天不会这样子看到我们很多的医生跟患者，居然会是在医院外面搭的棚子，这都是令人很不堪的事情。那这个东西叫做超前部署嘛？今天政府一天到晚什么东西都在讲超前部署，这看的都真的都觉得很恶心。你今天走到这样，你还在超前部署，我们每一个 timing 都 miss 掉。今天只剩下一招。真的只剩下一招，我上个月就讲了，只剩下一招，不管谁有本事把 WHO 合格的疫苗可以给我们买进来，政府就应该要协助他，让我们的国民60%都可以打上，我们这一关就过了。其实台湾今天的状况跟其他国家去年的状况，我们比人家幸运太多了。为什么？当去年欧美这个中国大陆所有的地方都在发生疫情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疫苗的。我们今天1年以后，他们的情境在我们在台湾重演的时候，我们的状况比他们幸运的原因是什么？疫苗已经出来了，所以今天真的就剩下一招。政府其实今天指挥官不管他是谁，应该就是宣誓，协助所有的人，你要是有能力拿到 WHO 认证的疫苗，我们协助他赶快拿进来，赶快让我们打。对，但是陈时中他还在纠结说，你鸿海、你郭台铭，虽然呢资料都备齐了，但是呢你缺了一个货品保证书，就他还在纠结这个部分。我请问你，假如我是指挥官，我要协助郭台铭，你觉得透过政府的力量拿到这保证书又很难吗？第二个，你觉得打到比较重要，还是看到那篇文章那个文件比较重要？有那个文件跟没有那个文件，这个东西是假的吗？因为他的疫苗都是从德国进来的，都是原厂的。你其实也不太，当然现在有一些国家可能会有造假的情况，但是我们如果直接跟德国买的话，跟辉瑞买的话，怎么会有造假的情况呢？就像你刚刚举的例子，就是像我过去面对的状况，批发已经破了。我今天跟厂商讲说，你把你去年的这个绩效拿出来，我再来判断你有没有能力补我这个缺口。今天这不是在谈同样的事情吗？我觉得今天他讲的所有的理由，其实就告诉大家，我不希望你郭台铭把疫苗买进来，就是这样子。你干脆讲白话文。你就干脆讲白话文，我不希望郭台铭你来多管闲事，我陈时中自己可以处理，你就这样讲。你要是这样讲，我告诉你，搞不好声量会很大，因为表示你很有 guts。可是我们看起来，我们似乎我们的指挥官是已经违背了专业，他已经疯掉了。然后他已经疯掉，因为我觉得他今天他已经让政治影响到他的专业判断。难怪吕秀莲说陈时中应该赶快下台了。我觉得今天我们台湾人不应该把我们的命运赌在几个人的身上。真的，我上个月吧，在你的节目讲，台湾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呢？为什么我们今天台湾人一定要逆来顺受，任着你们这些人用各式各样低级的理由来阻挡一个让疫苗可以进来？
假如你说你不买大陆疫苗 ，fine， 我们不要买大陆疫苗。对。那我请你，国际上有4、5个疫苗你可以选。对。而且大家都已经都可以拿到，那你还用各种理由去挡它？我觉得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了。起码我没看懂，我有看懂了一点了。我不希望你们把疫苗买进来，我只看懂了这一点。OK， 老师，我们还是回归一下专业哈。我们看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面对危机管理的时候，虽然我们这次看到每一次的在疫情指挥中心开记者会的时候，基本上做一整排的几乎都是卫福部的人或是相关的人员。但是老师，其实像这样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层级，是不是应该要跨部会，而且要跨专业，全部都要进来，而不是只有你们这几个人在做决定？你们把防台的那个指挥中心的画面调出来看。那同样的现在也都是民进党政府你把他们调出来看，上面坐了谁？指挥官、内政部长，旁边经济部长，在旁边农委会主委，在旁边国防部次长，就告诉你们，今天这个灾害叫做复合式的灾害。复合式的灾害已经没有办法一个部会有办法处理了，而且复合式的灾害已经超过这一个指挥官他的专业能力。事实上，今天的疫苗采购绝对不是卫福部的专业。那个疫苗采购采购法，过去是工程会，现在是财政部，因为工程会的那一块被拆到财政部去了，所以今天的采购，但我们好像似乎很少看到财政部的这个人员出来谈论。我请问你，财政部在这个时候他要跳出来淌这个浑水吗？他可能第一个他可能不知道这是他该做的，第二个他可能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跟我有关。就是说今天已经变成复合式的灾害，它已经远超过一个卫福部部长或是一个卫福部能掌控的范围。今天你讲要方舱医院，我请问你问国防部次长，跟国防部讲，你要在不要3个月，1个月之内你给我变出1万床，你觉得他有困难吗？应该没有。成功岭半个成功岭是空的，我们整个宪兵训练中心是空的。今天国防部认为这件事情跟我没关，我干嘛出来淌这个浑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初设计我们这个某一个部的部长是灾害的管理的部，其他做的都是次长。但是不是坐在那边给你们照相用的。我刚刚讲防台，我们有100个研究员在帮我做水情分析，然后变成行动方案了。那一块是镜头照不到的，那一块也不需要让你们知道。一堆人做了专业分析。然后最后出来讲的时候，当我坐在那边谈的时候，已经是决策了。所以我希望我们每天都要看一个很奇怪、很无聊的，告诉我们今天多少人确诊。我们希望他看到的是，我们做出了决策，哪个部该怎么办，哪个部该怎么办，疫苗哪一天会进来哪种疫苗，我该怎么打，在什么地方打。而且打疫苗很奇怪，你到医院打是很奇怪的事情。国际上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打疫苗为什么要到医院去打？医院是现在感染源最多的地方，为了打疫苗，你还把一堆人塞到医院里面去，你不会觉得整件事情很荒谬吗？那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普筛，我们就还坚持不普筛呢？那我请问你，那普筛的试剂在哪里呢？今天普筛的试剂是管制药品，还一样不能进口。这件事情就蛮奇怪的其实台湾不是说缺快筛剂，因为呢，应该说在去年的时候，台湾的很多的厂商其实能力也非常强，这些生技公司他们的专业能力都很强，所以呢，其实快筛剂的部分他们都做了，而且都卖给了英国，卖给了世界各国。但是呢，为什么台湾自己不好好来用？我们的量很多，因为我们就坚持不普筛嘛，就很奇怪嘛。这就是很奇怪啊。然后生技公司有人告诉我，就说他们其实这些量都够，而且跟部长提过说，我们可以用非常低价卖给政府，甚至我都可以送给政府。但是为什么他就不懂？为什么卫福部不愿意接受？因为在1年多以前，他拒绝做全面普筛的原因是什么？一普筛以后，你就发现我不是模范生，就破功了。你觉得你当模范生比较重要呢，还是
大家的健康比较重要呢？他就是要维持那个模范生的一个就是光环。很简单，一个小孩，因为我们在学校就常常碰到了，我就拒绝考试，但是我一直跟你讲，我的功课非常好，但是我就是拒绝考试。可是你要申请国外学校，国外学校就告诉你一定要考托福，一定要考什么 GRE， 不然你是不可能的。结果他说我拒绝，因为我是模范生。结果发现你一考试一考下来，糟糕了，你根本不是模范生。那他现在呢？现在就很尴尬。对，他还有一个模范生的光环，他还没有忘记。那他就拒绝去面对状况，说其实我们台湾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第一个赶快普筛，第二个疫苗进来，第三个赶快打。而且你今天即使要做疫苗进来，全部都打完，我告诉你，没有3个月是打不完的。你以为打针有那么容易吗？因为它中间还有一个过渡期嘛，就是你打了第1剂之后，可能还要休息2个礼拜或者多久之后，然后你才打第2剂。所以台湾真正要打完，非常可能。假如今天政府真的很积极要干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到年底都不见得有办法达到像以色列、美国的这样标。我告诉你，美国拜登上来才多久？4个月，人家美国已经打了1亿多剂了。那为什么这么大的国家他可以这么干？为什么？因为他的总统的意志力非常坚定我就是一定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一定要让大家把疫苗打完？因为你没有全民打的话，其实我们的经济行为是没有办法恢复的。你觉得我们这样每个人，即使说每个人发1万块，我请问你，我们发掉多少钱啊？我们发掉了几千亿耶！我请问你，台湾有这么多钱吗？而且提醒各位观众，不用感谢他们，那些钱是我们的钱啊。可是问题是，我们的钱不是让你来做这种事情，我们的钱是让你赶快把疫苗买进来给我们打，然后大家可以恢复到正常生活，每个人可以赚钱，而不是让所有人都现在都关在家里，小孩也没办法去上学。今天到美国已经告诉你，你不打疫苗，你没办法来上学的。他们学校已经恢复了，但是人家 suffer 了1年，可是我们台湾不需要走1年的这么样的一个过程，只要我们政府的脑袋够清楚。政府真的想诚心的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国外的借鉴太多了。但是现在的政府是已经错乱的，指挥官也错乱了，已经错乱了，我就已经疯了，我都不晓得他们今天用这种理由去挡郭台铭、挡佛光山、挡慈济。他今天看起来了。今天的政府就说我不希望你们帮忙，你们少管闲事。就像我去年以前，我也是做了这样的建议，就记者把话传到现在这位陈指挥官的耳朵里面，他就回了一句：“请他不要多管闲事，请他不要危言。”他叫你不要多管闲事啊，请他不要危言耸听。1年以后，我的话都应验了，很遗憾，真的应验了。那怎么办呢？现在呢？对不起，我还是多管闲事。拜托，赶快让所有有可能把疫苗买进来的管道，赶快让全民都打了。我们真的要恢复我们的经济行为，这些民众才有办法生活。今天的问题，打疫苗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小孩没办法生活，大人没办法赚钱。我们该怎么办？难道这件事情不重要吗？比你的面子比起来，哪件事情重要呢？而且你已经犯了多少的过去的政治的机会？但台湾显然就是已经错过了一些时机，再加上背离的专业，背离的专业，背离的合理的政府的运作的逻辑，背离了全世界的游戏规则。然后每件事情只要一碰到问题，就把中共抬出来。这一招过去很管用了。假如这次还管用的话，那台湾人就自己找死。今天真的。我们不要再用意识形态来操作所有的问题，想尽办法把疫苗买进来，想尽办法让每个人都可以打到，这才是一个我觉得这时候讲有为的政府都已经太高估他们，这是一个政府最基本的责任。不过现在的政府看起来是已经有一点失能，因为我们从每一天下午2点钟的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来看，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呢，看到指挥官陈时中，他每天的工作就是非常没有感情的去念的一些数字，但那些数字代表是很多的家庭、很多人生命的。我提醒他，这不是指挥官该干的事情了，这个是发言人干的事情。指挥官应该告诉我疫苗哪天会进来。
我今天什么时候采购，哪天会进来，什么时候让你们打完，这是指挥官告诉我们要怎么办，不是给我读表。都不要找一个漂亮的女生来读，我们看的画面还会漂亮一点。今天，而且你那个表，我告诉你了，以我的专业啊，做得很烂。表可以做得很漂亮，他那个表实在是不怎么高明。但是真的，那不是指挥官该干的事情嘛？今天指挥官应该告诉我们，我今天开始买疫苗，什么时候会进来，我怎么排了期程，有多少的施打点，我今天就已经要开始施打点，我有多少的普筛站，我的这个试剂什么时候会发出去，疫苗什么时候会打到，你们哪一天台湾的疫情会受到控制，我把我的政治生命赌在那一天。要是我有每个 checkpoint 都没有做到的话，我下台。这是指挥官，这叫做指挥官，这个叫做政务官。不过我们现在看到他每一场的记者会，他并没有去说政策性的一些宣导，或者是告诉民众现在目前政府的进度，然后怎么买疫苗，这些都没有讲到。但是呢，他这个礼拜呢有一个最新的进度，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有一套的方式。到时候呢，你要去哪里打疫苗？你怎么打？什么哪一些地方可以打？然后他已经开始做了一些规划。问题是没有疫苗，没有疫苗，你做他在做这些规划，不，他告诉我们要去哪里，要做，但是你疫苗没有进来，你现在在规划我们要去哪里打疫苗，不是很讽刺吗？所以我觉得他也没有办，我觉得他已经跟民意脱节了。民意脱节。你们刚刚那个报表他没看到吗？他不觉得他的压力今天是赶快把疫苗买进来吗？当然，你刚刚讲的，你要去哪边打，你要怎么样，你要不要普筛，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赶快把疫苗买进来，哪天可以买进来？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国家，波台民用它一个企业，它都可以买到。我们是一个国家，你居然买不到？我在上个月还上了2个月要买疫苗哦，最适合派出去买疫苗的是谁？张忠谋。我们台湾用晶片换疫苗，不是我们台湾不是没有条件吗？我们条件真的很好，我们也有钱。你说要钱，我们也有钱，你没缺钱，也有全世界最需要的东西，然后你居然会买不到疫苗，你不觉得整件事情很真的应该要派张忠谋当疫苗使者来帮我们去？美国也好，去德国也好，只要买得到疫苗的地方，派他去应该是都可以成的。我们要派出一批团队，高明的谈判专家，而且这个就是一个采购而已嘛，这个真的就是代表台湾的谈判专家，就是说我们，因为有一些疫苗的确他会要求说，我只跟你的中央政府做交易，我只跟国家的组织，比如说欧盟这种大组织来做交易。我今天假如我是张忠谋说，那对不起，你要跟我买晶片，你也去跟我的那个中央政府谈，就是说有人扮黑脸，有人扮白脸，不管你要扮哪一个脸，你把疫苗买进来，这才是重点。而不是说我们今天就是照着国际游戏规则，我一定要这么干这么干。那个你风和日丽可以这么干今天水都已经淹到门口了，你今天还照表操课，所以今天这东西叫做危机管理嘛。还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在台面上讲的嘛。你今天要去哪边买疫苗，我请问你需要跟我们交代吗？我只要看到你把疫苗买进来就好了。你要派谁出去，我需要知道吗？别忘了，他们一直口口声声我们有敌人呢。你干嘛把底牌翻给人家看呢？我觉得我们身为一个国家，我们有很多的政策、很多的手段、很多的资源可以用，你都不用，然后就每天在那边叫，那每天只要买不到中共打压，这个每天只要有各式各样的借口，作为你不作为的借口。今天我就看到的是，他每天都用各式各样的借口。在作为他不作为的借口，然后鼓动网军在干，在修理跟你不同声音的人，我觉得这是今天敌人都已经进到我们家了，还不是这个还在互相攻击，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吗？老师，你应该也认识非常多的企业界的人士哦，
企业界人士现在应该也非常着急，因为他的员工也都没有施打疫苗，但是呢，很多的产能是必须要出来的。这些企业界他们应该也很着急。不，我们这样子再关下去，我们经济会垮掉的。而且我今天都告诉你，人人自危，这些谁比我们更紧张？哎，这些大企业的大老板呢，他只要发布他确诊，我告诉你，明天的股票要掉多少？所以已经是所有人的生存的问题。因为美国呢现在就开放，只要是入境他们美国的人，不管是国人，都可以施打疫苗。所以最近这个礼拜看到长荣航空本来是一个礼拜飞2班，现在天天飞，因为呢有非常多的人，不管是他有美国的护照，或者他有美国的居留证，很多的住在本来是回到台湾来避风险的人，现在呢都想要去美国打疫苗，好像是不需要他们的居留留证也可以打。对，但是我说，现在第一批出去的很多是有美国的居留证的人，第一批他们现在都去了，就是想要去美国打疫苗。对，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情境啊，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丢脸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国民最谦卑的要求，让我们免于疫情，连这个谦卑的要求，你都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来阻挡我们？我觉得这个是无法理解了。我只能讲说，他们真的疯了。我无法理解，不符合任何的利益，事实上也不符合民进党的政治利益。那为什么你要这么干？我就看不懂了，真的看不懂。你要说推国产疫苗 ，totally 同意。可是问题是，国产疫苗解不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嘛？对。我们希望他明年出来做了完整的第3期的这个测试，然后最后变成合格的疫苗。我们也当然希望说，国产疫苗它做完第3期的人体试验，同时它也开始发展次世代的一个疫苗，因为接下来可能会需要的是一些可能变异株所产生的一些攻击，所以当然也希望国产疫苗这个部分我们都也支持，希望它能够继续的研发下去，继续的生产。但是现在燃眉之急是我们需要的是进口疫苗先打，让我们在这半年之内度过这个难关。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人权吧，这是生命权，是每个人最基本的人权。现在台湾连这个最基本的人权，政府都没有办法确保，我们要这政府干嘛呢？好，老师，我们最后有10分钟的时间了，我很想谈一谈，就是因为现在台湾呢，除了疫苗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需要立刻的解决之外，我们接下来要遇到的是天灾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也进入到一个台风的季节。那过去几年，因为台风都没有进入到台湾，那台湾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灾害，当然就是旱灾嘛，因为水没进来，所以是变成旱灾。即使今天最近在下雨，我们还是旱象哦。其实水库的进账下了这么大这么多天还是不够，不够。中南部没有一个台风，事实上是不够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旱象已经解决了，并没有。这些水其实进来的，我看是几千万吨吧。那个其实不够我们1个礼拜用的。对，它前一波下的雨大概只有可以用3天的存量，不够1个礼拜用的。那礼拜6还会再有一波的锋面再来，当然希望就说多下一点雨啦，下在正确的地方，下在水库上面。我们需要的是台风。我们需要的是台风。今年万一台风再不进来，我们的问题就大了。今年台风会不会进来？没人敢说。因为台风形成的位置性、走的路线都跟过去很不一样。对，老师之前有谈过说，因为极端气候的关系，因为整个的全球的一个气候的变化，所以造成这几年的台风都没有进到台湾来。对，那其实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万一变成常态，就不是今天这种方法有办法解决的。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作战的模式了。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作战方式，一样去学以色列。水的回收，第一关，学以色列、学新加坡这2个国家，为什么人家在疫苗上可以打赢？我告诉你，他在水上面也打赢了。你看以色列跟新加坡，它的人口、它的土地，新加坡比我们小很多，但是以色列它的人口跟它的土地面积跟台湾是很相近的。但以色列它可以做到这么强，就是包含水的回收，包含
你说买疫苗这部分，啊、包含他发展他自己的国产疫苗，他可能以后还要卖国产疫苗。对。然后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但台湾同样的一个，而且我们纬度是差不多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这样子，我们却不行？我们是不是一直纠结在一个政治力的这样一个框架里面？因为我们用民粹在操作所有的事情，我们所有东西都民粹哦，一直在讲的水价补贴啊、电价补贴啊，然后水跟不要钱的一样啊，到了今天水还跟不要钱一样啊，然后再喊缺水，所以这2个国家真的，他在疫苗会打赢，我一点都不诧异，因为他这2个国家善于处理危机，他们任命我是小国，所以小国要干什么呢？小国很多事情不能做，很多话不能说，小国就是迂回。但我们就是说了很多。我请问你，我们说了很多，说了多少不应该说的事情，做了多少不应该做的事情？你用民粹在挑战所有的，在处理所有的问题。然后呢，我最不喜欢看的是民调，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在追求民调。那你追求民调就是什么？追求民调就是炒短线嘛。那你炒短线，你觉得以色列跟新加坡炒短线，这个国家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吗？人家是有短期目标、中期目标、长期目标的。我们的国家已经没有中期目标了。我们国家连今天每天100多个人死亡，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觉得你期待他们能做更多的事情吗？我们台湾没有智库。为什么今天我们所谓的这1年多的黄金时间，我们都 miss 掉了？台湾怎么会没有智库呢？台湾哪有智库？台湾有国民党智库跟民进党智库啊，他们在思考如何把另外一个政党干掉，也在思考说我们国家未来该怎么办吗？我们什么时候有智库了？有智库，你会在1年之内，你的疫苗政策有国产疫苗，但是问题是你的采购有没有？有没有在帮我们做？这个叫做 SWOT analysis， 就算有智库，也必须要，执政的这些人要信任，而且他采用智库必须要超过政治，智库不能为某一党来服务，智库必须是超人的，而且这个智库呢，我还希望有一些外国专家在这里面，都是台湾人，我们有我们的盲点。都是台湾人，我们已经很遗憾的被今天的氛围弄到今天，大家都觉得说，哎，我到底是蓝的还是绿的？每个人都在分。台湾现在变成说，我们都在分。那蓝的人讲话，绿的人绝对不相信；绿人讲话，蓝的人都不相信。我们以人废言，所以我们今天赶快，不管是缺水、缺电、缺疫苗，最重要的是把一个专业的、中立的智库赶快建立起来。老师，像你这么中立的人哈。然后你应该也认识很多中立的学者、专家、企业界。老师有没有想过来成立一个智库呢？我离开政府最大的愿望就是组一个民间智库。可是问题是，智库要花钱的，我又没有资源。其实我今天在协助越南也好，协助很多的其他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我基本上在扮演一个民间智库的角色，但是我的问题是，我的专业还是有局限性的。第二个，我的资源不够，我没有办法请到这个厉害的专家一起来干这件事情。厉害的专家是什么意思？他的薪水很高的，他薪水要很高，他才愿意干这件事情，不然人家为什么要来你这个地方呢？然后智库，我今天告诉各位，在台湾很有市场。在全世界的市场多得不得了，尤其是东南亚。你说不只是可以提供台湾一些建言，同时你也可以这个智库成立之后，也可以提供协助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对，就是不是我在吹牛。今天在疫情没有发生以前，美国是请我去跟他们谈怎么他们叫做防台，他们叫做飓风，他们在请我跟他们谈休斯顿怎么重建，我们应该如何重新设计这个城市。可是问题当然疫情挡住了啊。另外一个问题是，我就是一个人，我哪有那么大？我即使我没有那么多的本事，可以把所有事情都方方面面的俱到。譬如说越南请我帮他们规划防灾，事实上也规划出一个雏形了。
可是再往下走，就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有办法做的。今年政府不是要南进吗？对，那你为什么南进不只给人家送钱呢？我们南进不是送鱼给人家吃，是协助人家钓鱼。可是你问题是你今天政府要南进，我请问你，南进最关键的是什么？南进最关键的是国际政治嘛。事实上，大家都在看啊，那中国大陆的反应是什么？那你又把中国大陆的关系搞成这么僵，那你觉得我们今天要南进有办法敲锣打鼓走出去吗？是没有办法的。那我们这些民间的力量，你又认为说啊，这个人是蓝的，我不跟你打交道。那我告诉你，那我所有的线，最后又回到政治的考量，最后做不了。所以真的我很希望组一个民间智库。但是很遗憾的是，民间智库真的需要很大的资源。对。没关系，因为我们洪流洞见呢是给全球的华人收看，所以我希望呢，或许全球华人有些有志之士，是不是来提供老师一些资源，然后呢，希望能够帮助台湾，当然也希望将来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可以帮助到国际上的其他国家。因为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像我们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已经是快退休了，甚至已经退休了。其实我们不好自己讲一身功夫吧，一身经验。老师的确是一身功夫、一身经验，而且有那么多的执政，就是说你在做指挥官的经验在内政部长的经验，这些经验我们希望把它组织起来，协助台湾，协助其他需要的国家。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人生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老师接下来应该还要做很多的事情，前提是疫情要赶快过。疫情要赶快过。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看《洪流洞见》，也请大家呢在这个影片的最后呢，可以帮我们按个赞，然后在底下留言。也非常感谢您在今天的收看。当然希望我们的疫苗赶快进来，每个人赶快进来都可以达到疫苗，然后呢赶快解封之后回归正常的生活。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老师，谢谢。